林夏，今天你要是再交不出房租，我这大铁锤可就直接砸你的冰柜了。王姐，你再通融3天，这几天高温，我生意马上就能好起来，到时候连本带利给你。通融个屁！你这破店一天卖不出10杯水，还想翻盘？给我砸！把这些破铜烂铁全拉走抵债！横店群演，碰瓷的吧？水，大汉，救救我的灾民！这是何等神仙琼浆，竟如此冰凉刺骨，气泡如珠，还有一股提神醒脑的奇香。姑娘救命之恩，萧景渊没齿难忘。灾区还有数万百姓等我必须回去。今日出门匆忙，未带银两，此物便作为这稀世奇珍的饭钱。若我能活过这场天灾，必有重谢。哟，演的还挺像那么回事儿。你这是被横店跑白太的骗了吧？拿个破铜烂铁就想换你的水？我告诉你，明天早上8点见不到钱，你就给我滚蛋！真拿个破烂忽悠我？这是针尖。林夏，时间到了，滚出来！没钱是吧？把他的制冰机、封口机全给我搬走！这破店，我今天就租给隔壁街的李老板。别动我的东西，给我半个小时，我还你钱。半个小时，你就是去卖血也凑不够10万块。老板，长眼，长眼！这包浆，皇子景渊，这是古代大前王朝七皇子的贴身私印啊！大前史料七皇子萧景渊100年大旱中赈灾有功，但这枚私印却下落无名，怎么会在你手里？祖传的，值多少钱？林小姐，这东西是国宝级的，我立刻联系顶尖藏人，一口价1000万。如果你愿意，我马上给你转账。王姐，你这间铺子1年的租金是10万，对吧？怎么，你去抢银行了？我不租了，我要买下来，我出300万，连着你未来10年的租金一起砸给你。现在，立刻带着你的人从我的店里滚出去！哎呦，夏夏，我跟你开玩笑的。滚！恩人救命！求恩人再次冰雪起舞，我们撑不住了！这不是什么横店布景，而是真实的、残酷的古代灾难现场。恩人！别废话，让开！接住，先给晕倒的人喝水。天，好凉快，活过来了！天降神女，这是神女下凡救苦毒难啊！林姑娘，谨要替大前百姓叩谢神恩，此玉佩乃母妃遗物，愿献给姑娘。触手升温，绝对是个价值连城的真宝贝，这下可以大干一场了。
殿下不好了！严丞相下令封锁了皇家兵将，还派兵把守，说灾民命贱，不配用兵。灾民不配用兵，在现代2块钱就能买一大杯冰块，到了这封神会，连兵自由都保证不了，还敢大言不惭说什么赈灾？燕贼把持朝政，他这是要断了我们的活路。林姑娘，明日午时气温最高，若没有冰块降温，这几万灾民恐怕会有一半熬不过去。没兵，他封他的兵叫你急什么？等我2个小时，姑奶奶今天就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降维打击。老板，把你店里制冰速度最快、功率最大的商用制冰机给我来1台，要那种水冷式能不间断出冰的，现在就装车。警员，拿桶来接。这是何等绝世机关！无中生冰，林姑娘，您真乃神人也！别愣着了，这机器只要有水有电，冰块管够，赶紧拿去分发给灾民降温。3000万！林姑娘，冰块的寒气引来了炎象的爪牙，他们带兵包围了营地，要抢兵。齐殿下，丞相有令，灾区出现妖异冰块，恐是邪祟作祟。这些冰块，下官必须全部没收，带回京城严查。警员，退后！给他们上点高科技。严贼欺人太甚，尝尝神女赐下的暗器。啊！暗器有毒！灾民们，这是神女赐下的仙酿，喝。奇妙无比，喝下此水，腹中似有雷霆滚动，暑气全消。妖法，七皇子会妖法！跟人，严相恼羞成怒，派人放火烧了灾民仅有的避暑茅草棚。明日午时大号气温最高，数万灾民无处躲藏，恐将生灵涂炭。这个叫严相的老痞路，为了政治斗争，是真的不把灾民的命当命。长官，您看他这店面积连30平都没有，后厨肯定脏乱杂。我怀疑他卖的东西卫生不达标，强烈要求封店整顿。小丫头，识相的赶紧关门滚蛋，别逼我动真格的。周总，我这儿有幅古代绝版名画，急着出手，您能过来一趟吗？对，就在我店里。林老板，画在哪儿？我的老天爷，这画保存的完好度！林老板，这幅画要是上拍，起步价3个亿。3个亿！李老板，你刚才说我店太小了是吧？周总，麻烦你帮个忙，用这幅画做抵押，我要把这条街上所有转装的商铺全盘下来，以后这条街的冷饮生意我林下垄断了。去你的严相，烧茅草棚是吧？想用太阳热死灾民是吧？姑奶奶今天就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现代工业的基建狂魔。喂，王厂长，我这儿要50套最大规格的隔热活动板房，对，带加后宴连酒加薪，1个小时内连工带料给我送到后街仓库。警员，看我的视频教程，拼起来！进去避暑！挡住了，
太阳晒不透这白色的铁屋子，太神奇了！这难道是传说中的仙宫吗？林姑娘，您为了大钱百姓，竟动用如此惊世骇俗的仙家法宝，景渊无以为报。行了，别煽情了，赶紧让大家休息。恩人，此居所虽好，隔绝了烈日，但里头密不透风，依然十分闷热。若到了夜晚，恐怕大家难以入眠，可有解法？怕热啊？等天黑，让你们见识见识什么叫真正的奇迹。风，是风，好凉快啊！老天爷啊，这铁器竟然能自己生风，连人力都不用，这是绝世机关术啊！凉快不？林姑娘，景渊彻底服了。殿下，河道被炎象以防汛改建为由彻底截断了，连一滴滴水都没放过来，我们打不到水了。林姑娘，炎象的终极杀招来了，他派兵截断了营地上游的整条河渡。严贼，他在京城大摆兵宴，放出话来，撑不过3天，休想逼得玉平乱为名，不仅名正言顺的屠杀灾民，还能除掉我。殿下，我们跟他拼了，大不了一死，也要抢回水源。传我军令，集结所有能拿武器的人，随我杀向河道。站住！拼什么命？你们这几百号残征败将，去给炎象的几万大军送人头吗？林姑娘，那可是几万条人命啊！没有水，他们连今晚都熬不过去。炎象断的是地表水，既然地上没有，那我们就抽地下的水。它截得住河，还能截得住整个地下水脉不成？地下水？可这旱地干裂数尺，连口井都打不出水啊！那是因为你们挖的不够深。周总，帮我搞一套最先进的地下水探测仪，再弄一台柴油驱动的便携式打井断机，越快越好，钱我双倍付。林老板，探测仪好说，但打井断机这种重型设备本市根本没有现货，得去外省调，最快也要2天时间啊！2天？2天后你去古代灾区收尸吗？周总，别跟我说废话，加钱包专机租直升机，随便你用什么办法，3个小时内我必须看到设备落在我店口。林老板，你放心，我马上联系同行公司。景渊，看屏幕。地下80米，有极其丰富的巽下水脉，就定在这儿，开钻！林姑娘，你又救了大钱一次。林姑娘，山崩了，泥水冲垮了营地外围。殿下，这可怎么办啊？淤泥太深，一旦天晴太阳一晒，这些烂泥就会变成硬块，咱们连走都走不出去。立刻派人去邻近的州府，向赵知府求购石料和木材。我们要重新铺路，修筑防洪堤坝。殿下，那赵知府简直不是人，他勾结京城的盐项，趁火打劫，把全城的石料和木材全部囤积居西了。一根普通的烂木头，他居然敢卖出10两黄金的天价。他还说，就算有钱，这建材也不买给咱们。木头10块，哼，谁稀罕那破原始建材？景渊，让他们把路让开，我给你们整点现代硬核基建。妈呀，这是什么吃人的铁甲巨兽？殿下快退，这定是山里的妖怪被暴雨冲出来了。都给我站起来！这是我送给你们的修路神器。景渊，让你最机灵的手下上车，我教他怎么开。
前这林下，县太挖出来团副多礼。神功鬼斧，这简直是神功鬼斧啊！此等来历不明的妖物，定是逆党之物。来人，把这铁甲巨兽给本府没收了！去，把那铁甲巨兽的琉璃罩子给本府砸了，把里面的妖人拖出来。景渊，带着你的人退后10步，把营地里的火把全灭了。装神弄鬼，给我砸！大胆狂徒，安敢动无知神铁？妈呀！天神发怒了，神女显灵了，快跑啊！神仙饶命，下官再也不敢了。丞相大人，千真万确呀！七皇子不仅弄出了一头吃泥吐食的铁皮巨兽，还召唤出几十丈高的奇门幻影。那幻影如同妖魅，在半空中说话，简直骇人听闻。皇上明鉴啊！七殿下使用奇门法术蛊惑灾民，图谋不轨啊！父皇，七弟自幼便性格乖张，如今在灾区弄出这些妖法，聚敛民心，只怕是想要拥兵自重啊！夏夏，景渊这次可能连累您了。父皇最忌讳幻术，眼下这一招杀人诛心，我怕是处境堪忧了。您先切断这通道吧，莫要让那些脏心烂肺的人脏了您的眼。切断通道，想得美！幻术，他们管现代高科技叫幻术。好啊，老娘今天就让他皇帝老儿和那老痞子好好看看什么叫现代科技的绝对震撼。想定你的罪，哼，那我就把这事儿做大。大到让这灾区变成人间仙境，大到连你父皇亲自来了都赖着不走。夏夏，您此言何意？父皇他生性多疑，若真来了，少废话，在这乖乖等我几个小时。今天老娘就给你们来一场降维打击。对，发电机放这边。景渊，让你的人过来接应，把这些2米高的铁疙瘩给我按八卦阵隙的位置推到营地各个角落。众将士听令，神明有赐，速速过来将这些神物推入营地，动作要稳。1、2、3，推！殿下，这铁物好生沉重，上面怎么还有网眼？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降温开始。众人退后，莫要惊扰神物。是了。热死老子了！兄弟们冲进去，拿下七皇子，早点回去交差。七皇子见，哎呦我去，这特么是一步跨进广寒宫了！王统领带着这么多人硬闯，是要抗旨不遵，还是要抓本王啊？哎呦，殿下折煞末将了，误会，绝对是误会。这抓人的事儿哪有兄弟们避暑重要？下官这一路奔波都快烤熟了，您看能不能让兄弟们先在这神物跟前凉快凉快？爽，神仙日子，这才是神仙过的日子！咔咔，陛下。王统领去了半日，竟音讯全无，定是被七皇子的妖法给扣下了。老臣恳请陛下亲自移驾灾区，亲眼看看那逆子的谋反铁证啊！陛下，皇帝老儿要微服私访，哼，这可是个天大的好机会。他敢来，老娘就敢给他准备个终生难忘的小惊喜。不过这雕像也太美了吧！他们居然用制冰机和玉石给我捏了个金。夏夏，他们都说你是9天之上不食人间烟火的神明。可景渊心里知道，你不是高高在上的神仙，你是个有血有肉、会笑会闹的奇女子。若非这该死的时空相隔，若你与我同在这大钱的天下，景渊定要以这万里江山为聘，迎你为后。萧景渊，你这家伙怎么突然……什么人胆敢硬闯营地？
找死！皇上驾到！陛下，您看，这营地周围连个守卫都没有，死气沉沉的。七皇子用旁门左道弄得灾区乌烟瘴气，里面定然是哀鸿遍野。父皇，七弟此举有辱皇家颜面，您定要严惩。若是真如你们所说，朕今日定不轻饶他。来抓我啊！来抓我！这西瓜真甜啊，舒坦！陛下，这是幻术，这都是妖风啊！陛下会伤龙体的。闭嘴！你个老匹夫懂个屁！这风凉爽宜人，怎么就成妖风了？给朕多吹点。戈东，景渊，此乃何物？景渊，给他尝尝，拿捏他。父皇，此乃冰雪玉露凝，是林姑娘赐下的奇物。您一路劳顿，不如尝尝。天哪！天下竟有如此绝味，入口即化，香甜沁腹。朕的御膳房全是一群废物。陛下，这颜色如此妖艳，定是加了什么迷糊啊！陛下，有毒啊！滚去太阳底下给朕晒着去！再敢多嘴，朕拔了你的舌头！父皇，这风机、冰石皆是林姑娘救灾之神物，可颜相却3番5次阻挠赈灾，截断水源，烧毁避暑棚，草菅人命，其心可诛。来人，把这个欺上瞒下、草菅人命的狗东西给朕拿下！陛下，老臣冤枉啊！老臣所作所为，皆是为了大前江山社稷啊！为了江山社稷，你当朕是瞎子吗？父皇有颜相封锁冰窖的密令，截断河道的水利图，以及烧毁避暑逼逢死士的口供，人证物证俱在。皇上明鉴啊！草民们早就被颜相逼死了！你这狗贼！朕将天下交给你，你竟残害朕的子民！传旨，剥夺严嵩一切官职爵位，撒入死牢，秋后问斩，查抄家产。景渊啊，你那个林神女带来的这些机关确实妙，你看，能不能跟神女说说，给朕的御书房和寝宫也弄2台这种能喷冷风的机器？哦，皇帝老儿想装空调了。景渊啊，你告诉皇上，现代奇物乃集天地造化，若在皇宫布置制冷仙阵，那代价……神女放心，朕全明白。只要能赐下奇物，保朕度过酷暑，朕绝不吝啬。对，那个白色的内机挂在龙椅上方的横梁上，发电机现接好。神器，这绝对是神器呀！啊，太痛快了！李老板，出事了！黑市的龙哥盯上你了，说要搞清你这批无价价之宝的来路，他已经带人去你那儿了。林老板是吧？听说你最近手里出了不少好货，把你那货源渠道交出来，大家一起发财。否则，林老板这细皮嫩肉的，怕是要吃不了兜着走。渠道，行啊，有本事自己来拿。货源就在我手里，谁想来拿，先问问这把刀答不答应。算你狠，我们走。父皇，七弟在灾区弄奇迹历喜，触怒上天，这漫天蝗灾就是他德不配位引来的祸端，必须严惩。林姑娘，大前的百姓刚刚才看到一点活路，难道真的要绝望了吗？祸端，天罚！老娘今天就让你们看看什么叫科技破局！喂，是王厂长吗？给我来20架最大载用级别的重型直杯无人机，对，就是能刮在几十升药箱的那种，再给我配10吨最高效低毒的灭蝗杀虫剂。别跟我废话，钱不是问题，立刻马上给我送过来。
对，大拇指推那2个摇杆，这就是一键起飞。此乃天灾不可逆，七皇子逆天而行，必遭天谴。那是什么怪物？都别愣着啊！这些蝗虫死了就是肉，起锅烧油，油炸蚂蚱，补充蛋白质啊！父皇，地里的庄稼全毁了，眼看就要入冬，没有粮食，看他拿什么救那几十万灾民？他这赈灾终究是个笑话。林姑娘，这过冬的凉凉，实在让人发愁。发愁，在我这儿就没有发愁这2个字，让灾民们种这个，产量高到吓死你们！殿下，您看。800里加急，北蛮10万铁骑破关而入，直逼京城。快收拾金银，准备南下！父皇，只要把七弟交出去谢罪，定能保我大千平安啊！大钱的骨气不能断在我的手里，谁愿与我同去？誓死追随殿下！一粒粮食，一把钝刀，都别跟我留酒。皇子萧朝运，立下台谈留吧。景渊，你给我撑住半天！老娘今天就让你体验一下什么叫现代单兵装备的火力不足恐惧症！快，全部推过去！穿上，拿好。这是什么妖法？反击！一群饭桶，入夜后发动总攻，杀光他们！开灯！北蛮归家，袭入，打碎他们的城门！
景渊，接货，给他们听个响。点火，扔！景渊，城门后有埋伏。大皇子勾结敌国，意图谋反，城防军何在？谁敢动殿下，格杀勿论！逆子，你要造反吗？父皇，这是大皇子勾结北蛮，扣押前线粮草的全部证据。您若早知情，便是不恤子民的昏君；您若不知情，便是被人蒙蔽的庸主。在满朝文武的默许与城防军的威压下，皇帝被迫下发了退位诏书，宣布退位当太上皇，以大皇子谋逆为由，将其贬为庶人。当天，萧景渊正式登基，成为大前的新帝。夏夏，江山已定，天下太平。您愿意做朕的皇后吗？我愿意。